你敢想象一个瞎子听力能有多灵敏吗？在嘈杂的集市中，他能精准捕捉到100米外的异常脚步声，判断出被人跟踪，而他却仅用1秒便听出了破局之法。迎面冲来一辆板车，他仅凭车轮滚动的风声，身形一侧丝滑地避开。而跟踪者刚一愣神，他早已拉开距离。紧接着，路边砰的一声巨响，跟踪者瞬间分了神，而他像早就预判了声波的爆发，借着这几秒的混乱，像鬼魅一样消失了。可他并没有立即逃走，而是来到一处巷口，对着黑漆漆的巷子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就不能放过我吗？” Hello， 宝子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听力超绝的盲人故事。这部由麦加茅盾文学奖名作《暗算》改编，梁朝伟、周迅2大影姬演员联袂主演的谍战神作《听风者》。为了这部电影，梁朝伟差点真的瞎了。导演为了追求真实，特意定制了一副不透光的灰色隐形眼镜，梁朝伟戴上后是真的看不见。在片场好几次撞到摄像机，甚至因为长时间佩戴，被医生下了再戴下去视网膜就保不住的最后通牒。但也正是这种被剥夺视力的真实恐惧，逼出了他影帝级的听觉本能。而《听风者》讲的是一个颠覆认知的故事，在这个看不见的战场里，眼睛是会骗人的，但声音不会，而他就是那个能听见风声的人。现在就让咱们把视线拉回到故事的起点，那个在巷子里的女人叫张玄宁，是701情报局的王牌特工。她费尽周折在上海滩找这个调情的瞎子，可不是为了请他回去调钢琴，更不是为了什么儿女情长，而是为了救命，救整个国家的命。就在几天前，701遭遇了建局以来最恐怖的至暗时刻，敌方的120部秘密电台在一夜之间集体晋升，所有的讯号全断，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在情报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眼睛瞎了，耳朵聋了，敌人的特务、轰炸机、暗杀行动随时可能骑到我们头顶上，而我们却只能傻傻地看着静止的机器。局长急疯了，因为他们原本引以为傲的顺风耳全都成了摆设。他们急需一双更变态的耳朵，去茫茫的电波大海里把这些藏在深海里的鬼东西给捞出来。于是张玄宁接到了死命令，下江南找奇人。他本来的目标是一个叫罗三耳的钢琴调音师，据说这人听力一绝。可等他赶到上海大剧院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所谓的罗三耳只是个幌子，真正的高手是他身边那个戴着墨镜的小跟班阿斌。这里其实很有意思，高手往往在民间，甚至在阴沟里。阿斌这个人出场就是个市井无赖的形象，油嘴滑舌。而张玄宁发现这块宝纯属是一个狗血的意外，他本来是去找那个叫罗三耳的调音师，结果这罗三耳不干正事，跑去沾花惹草，直接惹到了上海滩黑帮老大的女人。人家老公带着几10个手持利斧的暴徒，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剧院，要把这对狗男女剁成肉泥。也正是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死局，让张玄宁见识了什么叫真正的听觉封神。当时那群暴徒还没冲进大厅，连影子都还没看见，一旁的阿斌却突然脸色一变：“三哥，走啊！”就这一嗓子直接抢在了死神前面。他话音刚落，黑帮就手持斧头冲了进来。原来仅凭几10号人压抑的脚步声和斧头摩擦衣角的微弱声响，就判断出对方来者不善。但这还只是初级操作，紧接着双方展开混战，斧头砍在铁栏杆上，火星四溅，打斗声震耳欲聋。就在这乱成一锅粥的噪音里，阿斌的耳朵再次展现了统治力，他竟然在嘈杂的声音中精准捕捉到了围栏上一颗螺丝正在缓缓松动的声音。三哥，小心啊！随着他这一声预判，那颗螺丝彻底崩断。这一幕直接把暗中观察的张玄宁看服了，这哪里是耳朵，这分明就是开了全图卦，已经不是人类的范畴了。看到这儿，张玄宁心里有底了，这哪里是瞎子，这分明就是行走的声啊，是老天爷赏给701的救命稻草。他当机立断，在一片混乱中利用特工的身手，硬是把这个宝贝疙瘩从黑帮的包围圈里给捞了出来。毕竟对于现在的701来说，阿斌这条命比10个罗三耳都要值钱。但顶级特工的职业素养告诉他，光有一次高光时刻还不够，必须得经过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测试。于是就有了咱们开头看到的那一幕。结果大家也看到了，阿斌的表现堪称完美，他不仅能听声辨位，还能利用环境反杀。这一关他过得无可挑剔，既然验明了正身，那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张玄宁连哄带骗，直接把阿斌打包带回了位于深山老林里的701总部。但这里可不是什么能随便进的菜市场，能被拉到这儿的全是全国各地找来的听力奇人。大厅里整整齐齐站了好几排蒙着黑布的人，那场面简直就像是在搞什么神秘的宗教仪式。大家都在屏息凝神，紧张地等待考试开始。可此时的阿斌却突然语出惊人：“哎，出口在哪儿？”张玄宁都懵了，心想这还没考呢，你就要走。结果阿斌一脸无辜：“他们叫啊。”走吧。
事实的确如此，原来广播里一直循环播放着超低频录音，这种频率正常人的耳朵根本听不见，就像蚂蚁爬行的声音一样微弱。那一屋子的人还在那傻站着等发令枪呢，阿斌这边却嫌吵，直接听音辨位找到了声源。这哪里是考试，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但这还不算完，这只是初试。随着房间桌椅被坐满，也意味着其他人已经被淘汰。很快下一轮测试开始，每个人都戴着耳机，神情严肃，如临大敌。考官播放了一段嘈杂到极点的街头录音，里面有汽车声、人声、风声乱成一锅粥。而相比其他人认真谨慎的表情，阿斌却连耳机都没戴，悠然自得吃着鸡蛋。而当听到题目的那一刻，阿斌再次吓了张学宁一跳。问题：刚才的录音中，在公共汽车旁的女人说了些什么？他妈的！你说什么？答案呢？一旁的胖子显然不同意阿斌的答案，可下一秒，答案怎么会是他妈的？其他人的离开证明阿斌已经通过测试，局长亲自接见，准备给这个救世主安排工作。可阿斌不仅是个瞎子，还是个典型的小市民，一听要让他留下来给国家干活，还要去听那些枯燥的电报声，他第一反应不是爱国，而是坐地起价。这位领导跟我说好是请我来调钢琴的，你现在叫我去打仗，那收费方面就很不一样了。你说多少钱合适，兵哥？我们说好的价钱翻5倍，合理。那我妈也不可能住在宿舍里了，老人家应该住洋房更舒服些，外加一台小轿车，进口的，成交。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在宏大的叙事面前，小人物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那点1亩3分地，是柴米油盐，是老娘的安顿。但也正是这种真实，让阿斌这个角色立住了。他不是什么高大全的英雄，他就是一个想过好日子的普通瞎子。局长听完脸都绿了，这要求简直是狮子大开口。但没办法，谁让人家是全村的希望呢？现在那120个消失的电台就像悬在头顶的剑，除了他没人能解。局长最终只能答应要求，而交易达成后，张学宁便手把手带领阿斌认识电波的世界。他一个连字都不认识的瞎子，现在要学摩斯密码，要学无线电操作，这就像让一个厨子去造火箭。但阿斌这种天赋型选手只花了1个星期就掌握了技巧。很多人看到这儿会吐槽，说这是电影出了漏洞，一个连大字都不识的瞎子怎么可能几天学会摩斯密码？其实你细品一下就会发现，阿斌学的压根就不是密码，他学的是节奏。就像一个拥有绝对音感的人，哪怕不明白乐理知识，也能精准地分辨复述每一个音符。听音和破译是2个环节，前者靠天赋，后者才需要大量学习。701那帮专家输就输在他们是在做数学题，而阿斌是在玩音乐游戏。有时候我们在某个领域拼命内卷却不得要领，可能真不是不够努力，而是赛道没选对。天赋这东西就是不讲道理的降维打击。在这个天赋的加持下，阿斌不负众望，短短几分钟他就从那堆乱码一样的噪音里精准地揪出了第1个失踪的电台。找到了，是电码，这个频率我听了2个星期了，一直都没发现。那个频率别人听了2个星期都没发现，他一上手就像在自家后院拔萝卜一样简单。随后仅仅2天，他就把剩余所有的电台频率全部翻了出来，一时间成为了整个701的大英雄。他同样也是忍不住抱住了张学宁庆祝。在这里，我们先聊聊阿斌对张学宁的情感。这种情感很复杂，站在阿斌的角度，你是个混迹在阴沟里的瞎子，是被人嫌弃的废物。突然有一天，从天上下凡来个女神，她不仅不嫌你脏，还救你的命，给你尊严，甚至把你从阴沟里拉出来，让你成了万众瞩目的国宝。对于阿斌来说，张学宁是光，是信仰，是再造父母，所以他对其产生了情愫依赖。但残忍的地方就在这儿，当阿斌抱住张学宁时，张学宁的眼神却望向了一旁的老鬼。剧情中并没有过多讲述2人之间的故事，但能看得出张学宁和局长都对彼此有一定的情愫，只是身份、工作等因素让2人并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而在张学宁眼里，阿斌首先是一个好用的工具，其次才是一个人。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注定是悲剧。阿斌想把这份高高在上的信仰变成接地气的爱情，可张学宁心里装的是家国天下，根本腾不出地方来放阿斌这点儿女情长。所以当张学宁为了让阿斌安心工作，利用局长的名义频繁给他介绍相亲对象时，阿斌心里的那点火苗其实就被浇灭了一半。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故意装傻充愣，吓走那些相亲的对象。张学宁的举动一度让他颓废，直到他遇到了那个和他一样孤独、一样天赋异禀的沈静出现。因为其父亲是老蒋手里情报局的局长，尽管他破译出许多密码，
却依旧让人敬而远之。如果说张学宁是天上的月亮，可望不可及，那沈静就是手边的暖炉。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往往比两个高尚的灵魂更容易抱团取暖。阿斌虽然瞎，但他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谁是来救国的，谁是来过日子的。就在阿斌准备拥抱这种世俗幸福的时候，命运给了他一记闷棍。虽然找回了大部分电台，但还有5个最高级的电台始终处于静默状态，那是代号重庆的特务专用的。前几天701根据线索发现了一个据点，并且电文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可最终负责跟踪的人全部牺牲。阿斌得知后没有丝毫犹豫，直接来到701最安静的房间，也就是消声室，一个设备，一把椅子，一个人，3天3夜不吃不喝。他要在全频段的死寂中把那5个幽灵抓出来。听到吗？这个人躲在最挤的地方，下手很轻，好像怕发报器会被他打坏似的。不，他怕自己的指甲给打断了。她是个女的，这个可不一样了，她是个烟枪，发密码也烟不离手，常常发错，每次重新再发，下手更重，是个脾气很差的人。又错了，第3个用左手发电码，但是他不是个左撇子，手法很不灵光，他是故意的，还喜欢在电文前后加上1-2个错码。第4个发的电码长短，有时轻有时重，好像站在一个很不稳的地方。他是在船上发的，这位老人家就不一样了，下的每一个码都很稳重，很准确，是个老手，只是年纪有点大，力气也最小。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在阿斌的帮助下，701行动组对所有可疑人员进行排查，张学宁也外出执行任务，而这一去就是大半年，直到阿斌与沈静结婚，张学宁都没有出现。阿斌脸上露出一丝遗憾，可半夜阿斌却突然惊醒。新房都还没睡暖就搂着别的女人，你算什么丈夫啊？好朋友来到新房嘛，总得招呼一下啊。好朋友，我今天来晚了，就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份大礼。原来张学宁之所以没有赴约，是因为他给阿斌准备了一份大礼。阿斌并非天生失明，而是一次意外没有及时治疗，这才导致双眼失明。为此，张学宁特地请来眼科专家，诊断的结果是能医但有风险。反正都看不见，赌这一把，不赢也不会赔啊。这段时间排查工作一直在进行，可重庆却如同消失一般，直到阿斌再次发现对方的电文。他们想偷运一批军火去上海，这段电文的加密密码也是重庆专用的，我想这次他会亲自出马。最终郭兴中因为即将执行一项风险极大的任务，让张学宁继承局长老鬼的代号。这时张学宁也终于透露出自己的一丝情感。我现在是你的上线，如果我让你终止任务，你会吗？你不会。再见。很快阿斌拆下了纱布，终于见到了光明，见到了自己的妻子。如此重要时刻，张学宁自然也在场，只是两人谁都没想到，悲剧却已经早已成了定局。隔天张学宁就亲自带队前往上海，准备以身入局，彻底铲除重庆的特务团伙。在精心布置了一段时间后，阿斌也给出了新的电文情报。何冰接听到的电文说，今天夜里重庆会来，他要亲自证实你的身份。此时张学宁扮演的身份是上海海关关长的干女儿，经常利用干爹的权力进行牟利。特务要想顺利将军火运进上海，自然少不了和他套近乎。这场高端的麻将局上桌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每一个都可能是重庆。可就在双方互相试探时，一个让张学宁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从两人谈话和举止可以看出，陈刚应该是李太太养的小白脸。按理说这么重要的场合，面对的还是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他不应该出现在这，可他偏偏就大模大样的来了。而且李太太还进行了介绍，像是早知道他会来。张学宁看着这个陈刚，眼神瞬间变得犀利且震惊，因为这个陈刚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剧院里那个原本应该被黑帮砍死的罗三儿。还记得开头吗？张学宁救走了阿斌，却把罗三儿丢在了剧院。我们都以为罗三儿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早就死了或者跑了。可他不仅没死，还混到了特务圈子里。而且隔天张学宁还发现罗三儿就在前台盯着他。此时张学宁根本不知道当初他救走阿斌时就被罗三儿发现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底牌早就被人看光了。
罗三儿为什么会在这儿？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为了活命投靠了特务，而作为阿斌的老乡，他太了解阿斌那双耳朵有多恐怖了，所以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反间计。我们回到701截获重庆运送军火的情报的桥段，各位好好想一想，重庆是什么人？那是老蒋留下的顶级特务，是神出鬼没的幽灵。701这边已经破译了那么多高级密码，抓了那么多人，他会不知道自己被监视了吗？一个明知道自己被盯着的人，突然大张旗鼓地说自己要去上海，这就好比小偷去你家偷东西前，还要先给你发个短信说我来了，这正常吗？这太不正常了，这分明就是钓鱼。而当发现罗三儿监视自己时，张学宁也没有起疑，只当作是对方派来监视自己的。很快阿斌再次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阿斌刚刚截获了一条电文，重庆身份暴露，速战速决。也就是说，他们肯定有一个是重庆。我一直有人看着他们，一个也没走掉。今晚应该就是收网的时候。这消息一出，所有人都以为稳了，张学宁也准备动手了。然而就在他准备出门时，屋外却站着5个人，几人以分红当借口走进了屋子。可此时张学宁却察觉出了异常，于是他故意发脾气，想要引起周围的同志注意。只是同样都是千年狐狸，又怎会不知对方的想法？几人不知不觉形成包围圈，将张学宁围在了中间。你不是要找重庆吧？我就是重庆。我也是重庆。没想到我们5个人都是重庆吧？这一刻，绝望感简直溢出了屏幕。张学宁以为自己是猎人，却不知从阿斌截获运送军火情报的那一刻，自己就成了待宰的羔羊。而那条所谓的重庆身份暴露，其实应该是老鬼身份暴露。特务们发这条电文，就是为了混淆视听，拖延时间，好把张学宁摁死在这个局里。最终，张学宁被乱刀捅死在血泊中，而罗三儿就倒在他的对面。是他认出你，我们替你报仇了。很快，张学宁牺牲的消息传回基地，阿斌彻底崩了。所有人都说是他的失误，是他刚复明，心神不宁，听错了代码，连他自己都信了，只能躲在角落痛哭，觉得自己是个罪人。但我真的想替阿斌喊冤，这根本不是失误，这是被算计了。特务们利用了罗三儿的仇恨，利用了阿斌对自己天赋的自负，更利用了701急功近利的心理。他们用一条电波做饵换掉了我们最顶级的特工，而张学宁的牺牲也让阿斌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战争的残酷。换句话说，这时他才知道自己的耳朵关系着无数人的生命。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胆寒的决定，雨夜里他再次将自己投身无尽的黑暗之中。而在这个疯狂举动之前，他就静静地盯着妻子一下午，或许是愧疚，又或许只是想好好看清妻子的模样，重回黑暗。他没有片刻停留，重新投入战斗。我不会再错。120个电台我已经找回来了，只剩下5个高级电台。你已经1天没休息了，先休息一下，然后再找。我没问题。如果你出了问题，谁帮我去找重庆？这次他不再是密闭的空间，而是在移动的车里。张学宁的牺牲也让701看到了敌人的狡猾，这一次势必要将对方揪出来。而此时的特务还以为701元气大伤无暇顾及，大摇大摆地参加空军筹建大会，想要趁机破坏机场。殊不知他们早已被阿斌找了出来。老头刚准备开着满载炸弹的汽车冲进机场，就被早有防备的战士一枪带走。而其他4人还没来得及反抗，抓的抓，伤的伤，死的死。虽然报了仇，但张学宁再也回不来了。影片最后，一边是红旗招展的庆典，一边是白色的灵堂。阿斌站在701的墓地前，久久不愿离开。风吹过芦苇荡的声音，像极了那个女人的呼吸。故事讲到这儿也就已经结束了。《听风者》这部电影表面上是在讲谍战，讲抓特务，其实骨子里讲的是人的局限和宿命。阿斌是个瞎子，他拼命想看见，可当他真的看见了，却发现这个世界远比他想象的要残酷。他赢了全世界，却输掉了最想守护的人。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不也像阿斌一样吗？我们看似拥有了看清一切的手段，互联网、大数据让我们觉得无所不知，但我们真的看清真相了吗？还是像阿斌一样，在自以为是的判断中落入了别人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电影里说眼睛是会骗人的，但声音不会。其实声音也会骗人，甚至人心更会骗人。阿斌最后的自盲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回归。他选择回到那个纯粹的只有风声的世界里，去守护他心底的那份净土。听风者听的是风，也是思念。在那个芦苇荡里，风声依旧，故人已逝。或许对于阿斌来说，在这个充满谎言和算计的世界里，听见有时候比看不见更残忍。这部电影在豆瓣的评分虽然只有6.8分，但我认为它被严重低估了。
它没有像风声那样展示血淋淋的酷刑，而是用一种更高级、更压抑的听觉惊悚展现了谍战的残酷。它告诉我们，在这个隐秘的角落里，每一次电波的跳动都可能是一条鲜活生命的倒计时。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对这种探究人性幽微的电影感兴趣，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